这次黑五活动，克雷图寄出了50美元的优惠，价格降到了249美元的同时，还附送50美元的商店礼品卡。而克3是基本没有任何的黑五优惠，毕竟是新机发售，最多就在某些美国经销商那里送了个15或者20美元的商店礼品卡。在这样价差2倍的情况下，我们刚好可以通过美国亚马逊这一个渠道的数据来感受一下两者的销量差别。在美亚过去1个月，克图 128G 和 256G 分别售出10万和3万台，总计是13万台，而克3 128G 和 512G 则是4万和1万台，总共是5万台，相当于是诞生3年的老机型克2的销量是新机型克3的至少2倍。而在整个美亚的电子游戏领域月销量排行榜上，克2也是力压 Switch 和 PS5。这个数据再次证明当下的美国 VR 消费市场的第一指标还是在于价格，所以新机型的推出并没有对老机型带来多大的冲击。其实克3的销量也符合我个人预期，我一开始就认为499美元的高昂价格，年销量能够达到400-500万就算是万幸了。原则上，克3的首要历史使命是做到让活跃的600万克2用户能够换机，就算达成目标。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克2在美国全网热度最高的时候，不是20年首发时，而是21年的圣诞。用于激活克2的 Oculus App 直接空降 App Store 下载榜首。真正比较伤的是22年8月到23年6月这波涨价了100美元，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10个月的销量下跌，而是包含 VR 玩家们活跃度下降和游戏内容开发的滞缓所带来的整个快车生态的势头下挫。而499美元的克3比299美元的克2销量差，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克3的推出并没有直接停产克2，因为 Meta 清楚的知道，克3只是全型号的升级迭代，属于克2的真正市场替换机型是克3 Lite。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我是老朋友翟老师。关于克3 Lite 的一些曝光，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了。基本上就是克2的处理器升级到降规版的 XR2 Gen 2，提升性能的同时，但也要保持跟克3的档次划分。其他的菲涅尔透镜、黑白透视一律保留，再加上手柄作为选配，最乞丐的无手柄版本有希望做到仅售价199美元。老实说，2024年了还要用菲涅尔透镜是真的善良心啊！这个配置很多 VR 用户是压根看不上眼的，但是架不住它，如果是真的这么低的售价，也确实没得挑。原则上最好的情况应该是最低配的无手柄版本，售价多加100美元，跟现在的克2一样，然后换成 Pancake 的透镜，相当于做成了很多人想要的那种无 MR 版本的克3。但是目前来看 ，Meta 是不大可能会这么做的，因为真的把克3 Lite 做成标准的无 MR 版克3，是会直接影响克3销量的。现在的配置虽然克3 Lite 非常的低端平价，但是两款机型瞄准的市场占有是各自平行的，而且未来克3也是会进行优惠，需要把这个价格空间留给克3去做降价。比如肉眼可见的预期就是1年后推出克3 256GB 版本，但是价格不变，就跟克2从64GB 升级到128GB 当初的做法一模一样。此前 Meta 员工表示过，克3 Lite 主打的用户群体更多的是面向青少年。对于青少年来说，买得起是第一位的，菲涅尔透镜带来的厚度和甜蜜点小都是可以忍受的。真正要的是这200美元能够换回每个小孩子1年下来多买几个游戏，就已经算赚到了。另外一方面，克3 Lite 要承担起加速淘汰克2 XR2 Gen 1处理器的重任，以克2为标准制作的游戏基础上，针对克3做画质升级，和以克3为标准制作游戏的基础上，为克2做画质降级，这两种情况所带来的区别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目前克3的销量速度，真正能够发挥出 XR2 Gen 2完全性能的 VR 游戏的诞生，恐怕是要猴年马月了。虽然现在不知道克3 Lite 的处理器到底是怎么在 XR2 Gen 2基础上做阉割的，但对比克2拉开差距是问题不大。只有克3 Lite 加克3的用户占比上来，到时候丢下克2的时候，才不至于被老用户追着骂。而且就算他们有意见，那个时候换新机的成本也已经很低了。比如克3 Lite 的手柄跟克2一模一样，那完全买个最低配就够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克2对比克1的 GPU 性能只提升了33%，然后我们到了2023年的年末，才从刺客信条 VR 和阿斯加德震怒2身上看到了游戏开发者利用克2的全部潜力。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未来克3的寿命也将是超长的。现在真正有悬念的其实是克3 Lite 推出的具体时间。供应链爆料消息是说有望在上半年推出，但是腾讯要代理克3 Lite 的时间又是被传出来在明年年底，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冲突。如果克3 Lite 的配置真的就有处理器这么一个变化，那么理论上24年上半年推出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并不需要多么严苛的开发验证过程。可能 Meta 真正需要考量的是绘图的库存消化问题。如果现有的绘图库存还需要1年时间才能慢慢处理完毕，那到年底才发布倒也合理。毕竟 Quest 3 Lite 看目前的路数也是走硬件撞吆喝的方向 ，Meta 依然要考虑到财报的压力。否则目前 VR 硬件的周期就这么个状况，你不可能指望像手机一样的发售价的前提下，今年的新品100%比去年的参数有大的提升，等等党永不吃亏。但 VR 一体机到今年用上 Pancake 和双目彩色透视的设备销量加起来都没有几百万，哪来的成绩让供应链给你降成本？最后我们顺眼瞧一瞧 Meta 的股价从2022年10月的94块低点一路反弹，整个2023年切切实实走了个 V 字形，回到了330块。在年初数次裁员总计达到21000人，外界的负面情绪观感笼罩之后，短时间内能有如此成绩，不得不说扎克伯格的执行力表现确实就像他自己说的效率之年。同样亮眼的是 Meta 发布的2023年年度第3季度财报，营收增至341亿美元，同比增长23%，净利润115.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4%，这是 Meta 上市10多年来最高的财季收入。然而这一切只是得益于利用 AI 加速广告业务的回暖以及削减成本的开源节流，跟 VR 业务没有丁点关系，而且不仅仅是没有关系，反而 VR 部分的财报是比前2年更加的拖后腿了。Reality Lab 部门在第3季度的营收下降39%，只有2.1亿美元，季度亏损也比上一年同期扩大33.3%，达到了37.4亿美元。要知道，这还是已经经过大规模裁员之后获得的数据。Meta 对此的回应依然只有一句话：明年 Reality Labs 的亏损还会继续显著扩大。只能说万幸 Meta 在2023年抓住了 AI 吹起来的风，能够让 VR 继续在这波风里喘息一阵。如果非要说 Meta 对 VR 领域有多大的贡献，那就是他们的付出和亏损，从未真正的让 VR 用户对前景感到信息丢失，这就是最大的价值了。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陪着 VR 成熟 ，Loading VR 走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具体的入群方式我会写在评论区，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